哎，来，坐这儿，坐这儿，来。坐这儿，来。你们这个机车分析的还不够准确，像这样的速度，用这样的面漆是不行的。那我回去再改一下。所以你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非常精细，好吗？重做。行。真一，荆州哥，严峰他跟叶公相处的不是很好。需要我去跟他说吗？不用了，现在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哎呀，我主要是怕影响工作。但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呢？而且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偏激的想法？等他缓2天，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我去跟他说。放心吧。走，都到齐了。你能不能以后不迟到啊？对不起啊。诸位昨天睡得都不错啊！你们的这些资料都是今天凌晨陆陆续续发给我的，最晚的这一份是早晨4点，哈哈，商量好了不让我睡觉是吧？啊！但是我都看完了。林工这份写的不错，一看就是在云南实地考察过，对那儿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他的所有的方案都很细致，啊，这个得提出表扬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资料里，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叶大新。叶大新，你3天之内居然交我这么一份报告，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你这个是建议少量的零件咱们自己生产，而电机由国外进口，是这个意思吧？全面实现国产化，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要付诸于行动当中，还得一步步来。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采购国际大牌。我已经做过调查了，一些欧洲的小厂生产的牵引电机，其实性价比很高。哼，哎，你有什么补充吗？有。我昨天跟林工商量一下，但是事情很急，就没写到计划书里。我现在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简单一句话就是收购阿尔维斯。收购阿尔维斯？哎，你不是说生产研发的计划书吗？怎么突然又收购了？是啊，阿尔维斯是欧洲最老牌的电力机车厂，虽然现在的研发技术比不上门泽尔、菲利克斯这样的大公司，但是他们的生产线如果稍微改造一下，他们就能生产出符合我们的牵引电机。说的挺轻松的。
买一条生产线，我们有这样的预算吗？尽管你同意。哎，接下来就是我说的最重点的。是的，阿尔维斯的老板是我最好朋友的，前未婚妻，但是他答应给江车最优惠的价格。李岩峰，注意自己身份，你只是个助理工程师，请注意自己的职业范畴。如果按照你之前所说的那些套路的话，我们偌大一个江车，有你一个就够了。那你写了一堆空口白话的，然后打着口号说我们一定能成功的，有什么用吗？谁空口白话？谁空口白话了？怎么着，想打人是吧？早就想打你了，怎么着？输了。哎，你说这老李跟老叶，一个跟咱们在云来勘测立了大功，一个又是经验丰富。你说他俩刚才这么一闹，云来项目组长到底选谁啊？可不是，唉，两败俱伤。问题是，人家李岩峰本来就是助理工程师，这事儿要争也是零工去争。况且他俩要是打起来，也真是够了。再说了，江车厂这么大，你们俩还担心选不出一个组长来？我看你们俩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负责人必须服众，如果不能服众，这云来项目怎么干？对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服众的人还有谁啊？你呀，你呀，我看行，我看也行。该工作去，工作去。李岩峰，我是给你面子才没有当面揭穿你。这个方案你提前跟我沟通过吗？不是还没来得及吗？你不觉得这是个非常正确的方案吗？我警告你，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你下次要做什么，别硬拽着我。林真一，是我把你拽上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我对自己负了责，也对你负了责呀。你要知道，江车是一个集体。既然你在江车工作，那你就应该守这里的规矩。是啊，可是在我看来，江车的规则就是为了江车谋发展，为了争取江车利益最大化。为了这个计划书，我跟凤都快打起来了。林真一，我做的这些你看不到吗？难道你真的不认为阿尔维斯是盘好棋吗？就算你再努力，就算你觉得这是一盘好棋，也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理由。林真一，你居然觉得我在耍个人英雄主义是吗？行，站住！去给我买奶茶。不买。董事长，培养年轻人是必要的，可是如何培养，在什么节点培养，却大有讲究。你的意思是，选个老将？对。云来项目组叶大新、李岩峰是都能胜任，可是这还没出国门呢，两个人就开始起内讧，这要是到了国外，还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一个没有团队精神的领导是干不成事业的。林真一呢？真一技术上确实是很优秀，但是在管理水平上是否同样优秀，
莱恩熙的事情就不必说，原来测绘风波不断，要不是严峰帮他，很可能就败走麦城了。而且项目前期勘测、项目设计跟项目实施不同，后者难度更大，必须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才压得住阵脚。江城年轻人数以万计，他们中间就找不出个合格人选吗？我是看不出有谁比王总工更可以胜任。这个云来项目负责人还可以再等等，你不用太着急。等，董事长，不是我说您真是年纪越大越没有魄力。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选择题，您都拿不下决心？喝茶，喝茶。你这样，回头抽空我跟他聊聊，好吧？师傅，不是为别的，我是担心耽误工作。是，我先走了，别忘了啊。怎么了？这是又闹意见了？跟这个李岩峰，他这俩小子算是杠上了。王总工，哎，签字。您好，您说，总工，云来这个项目还是得麻烦您出来带队。我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除了您，我还真选不出来比您更合适的人选来。你看咱们这儿现在年轻的工程师这么多，从培养年轻人的角度来讲，我来不合适。可您看他们现在这样，那都闹成什么样了？云来的订单那可不是没有实现的，根本没有时间让我们在这拖拖拉拉的选这个负责人。是，这样回头我跟董事长商量一下啊。董事长的初衷也是好的，那你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啊。咱们可不能闭着眼睛当瞎子。您不会是怕苦怕累想撂挑子吧？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从大学毕业就到了咱们江车30年了，你去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怕苦怕累，我什么时候撂过挑子呀？我什么时候不是迎着困难而上的啊？我就知道，您一定不会让我失望。不是，但是这件事儿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我是说啊，这件好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你说你啊，明明知道我躲着四月天，还把他往修车铺里养，让我出了那么大丑。李岩峰，我说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我帮四月天解决阿尔维斯的问题，不就是在帮你解决问题？哪那么多废话？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不过说真的啊，四月天还真的不错，配你是绰绰有余。你现在反悔，我立马找他。滚！你少恶心我！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因为惦记着阿尔维斯的事儿吗？不然你能有这好心？我怎么就不好心了？兄弟，你有你的理想，我理解，那我也有我的抱负。你看着吧，这回我一定干出一番事业，到时候让我爸瞧瞧。看什么？你的理想不就是回家做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吗？行，你就拿话查我吧啊，接着查。我跟你说啊，我明天就回你家住去。不行啊！不是凭什么呀？那现在四月天都不缠着我了，我为什么不能回去啊？那你要是回去了，林叔那边怎么办啊？哎呀，防不胜防啊！你这是要把我卖给林叔啊？你人贩子吧你是？那谁前2天死乞白赖的让我给他找地儿呢？嗯，我说不过你。老李，你说啊，这个年轻人你不培养他，不锻炼他，将来他们怎么挑大梁啊？咱们这些老头不能在江车站一辈子呀。是，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这个培养这个年轻人，咱们就算是交点学费，我觉得都值，生生不息才能够发展壮大。是，这都对。
但是杨总这怎么办？回头我去做他工作去。振义，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你，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你先说说看，什么事儿这么难啊？你也知道，最近李岩峰和叶大新之间有问题。我本来想去找李岩峰谈一谈，但是我怕他会认为我以领导的身份去跟他谈话，说我维护叶大新而罔顾了江车的利益。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可能以你的身份去跟他聊会比较合适。好吧。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要重修太和殿。所谓太和殿，就是人们传说的金銮殿啊，是朝廷举行各种典礼的地方。所以当日的仪式由康熙皇帝来主持。那会儿，皇宫的建筑有一个规矩。上梁要选定吉时，梁木入榫和皇帝行礼必须是同一时间，一点儿都错不得。可是就在上梁的紧要关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情况，大梁迟迟不能正常入位。要是误了吉时，那可是对朝廷、对社稷的大不敬。康熙皇帝脸都气黑了，房上的工匠、现场的官员全都吓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工匠挺身而出，说：“我来。”他爬上了房顶，手起一斧，大梁咔的一声就位了。怎么了？是原来凿就的榫卯不合，大梁被硌住了。啊，那个是工匠，是不是就叫雷发达？他这一斧子可出名了，他一斧砍出了享誉200多年的这个样式雷。雷家是一个绵延500多年、声名显赫的宫殿营造家族。你说说，雷家凭什么能绵延500多年呢？雷家呀，注意培养人才，尤其注意培养族中的年轻子弟。对，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绵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究其原因，一是家学渊源，另外就是注重年轻人的培养。我们江车的年轻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尤其缺乏具有超前思维、超强研发能力的领军人物。如果老一辈总是霸着位子不肯挪屁股，那年轻人如何脱颖而出呢？就算是人才，慢慢的也会变成庸才。老师，你说的很对，我们要培养年轻人，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尽快的成长起来。叶公，有什么事情不能在办公室里讲的？我想让你亲眼看看吧。看什么？这些是我们所近15年来电机方面的专利证书，你数数，有几个里边有我的名字？你是电机方面的专家，我记得这3年来你每年都有审过专利，3个，数数嘛。
叶公，这一盘上都有你的名字啊。很意外是吧？我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我。叶公，别说这些。金州，在电机方面，我是我们所的权威。原来项目我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所有的方案，我才慎重地提出牵引电机可以从国外直接采购。我明白你的意思。董事长，我道歉，我不该和严峰那么冲动。但是在工作层面上，我坚持我自己的意见。理由呢？打个比方啊，咱们买个鸡蛋，咱们不一定要把生蛋的母鸡一块买下来，对吧？啊，那要是我们自己研发呢？自主研发，董事长，我们研发一个部件或者是一台机器，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和实验的。我们只有掌握大量的数据以后，才知道这些元气之间微弱的差异。而且这些测试和实验大多数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云来的订单，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我们现在连配件都需要自主研发的话，咱们来得及吗？你怎么看？收购阿尔维斯这个方案看上去很美好，但是有很多潜在的风险，现在还没有考虑到。比如说阿尔维斯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他们的员工跟我们之间的磨合。如果直接从国外购买电机，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成本。高额的成本会吞噬掉我们的利润，让我们最终一无所获。啊，对，成本。荆州，你觉得云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其中一点是他未必是技术最出色的，但一定要有凝聚起大家的能力。再一个，他可能未必是资历最老的，但一定要能服众，要有威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自己千万不能有私心，要有大局观。有道理，有道理，说得很对。行，那这样你忙去吧。好，董事长，文件都放这儿了。好。现在啊，这几个人我考虑了，都不太够这个做负责人的能力，想想我都头疼。大概情况我了解了，党委会上讨论吧。哦，他们几个人做实验呢，董事长要不要过去看看？算了，不打扰他们了。李岩峰，把数据记录下来。专心一点。我跟你说，过不了多久就会狗热警报的。叶公，不行，温度过高，停止测试，停止检测。行了，停下来，听见没有？我还有事，先走了。怎么会温度过高呢？停下来，汇报各项数据，快点！
陈烨，来了。走一走吧。啊，走一走。好啊。自从你进入江车之后呢，你就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李岩峰这3个字几乎成了麻烦的代名词。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里啊？所以你来就是为了教训我的是吗？我不是来教训你的，我只是想要跟你聊一聊。我只是觉得，就算你的计划再完美，你的学历再高，你也不应该看不起叶大新。我没有看不起他，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我不否认你是个天才，可是你在工作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像个刺猬一样浑身带刺？工作也是要讲究方法的，处理好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是谭晋州让你过来教育我的吧？他只是让我跟你聊一聊，他很关心你。行，那你告诉我，我的方案是不是最好的？现在还不能说是不是最好的，毕竟还要等时间的验证。行吧，你们慢慢论证，别来找我聊，没什么意思。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随你的便。我今天来找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爸，而是因为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我今天谈的也不是私事儿，是关乎到江车发展的大事。对你我很失望。失望？我不认为我的表现让你失望。我当初进江车不是因为走后门才进去的，是凭我自己的本事进去的。那也没这么骄傲的。研究所的年轻人是江车的未来，是中国轨道交通的未来。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提高科技水平。你都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修理门泽尔的变流器和电机，还有这次云来项目的签约，都和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呀。还有这次，我建议收购阿尔维斯，相当于把他们的知识产权买下来了，不仅用在云来的订单上，以后我们江车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用得上啊。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你们怎么都看不到呢？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什么意思啊？说说你的履历。李岩峰，去年莱恩西大学研究生毕业，是肄业。叶大新，74年生人，92年来到江车，开始在车间做技术工人，后来去读夜校，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转入了技术岗，现在是研究所中级工程师。世界上天才极少，普通极多。我是普通人呐，王总工、叶大新都是普通人。江车是由普通人构成的，也是由这些普通人建设起来的。普通人通过勤奋努力、自发学习，也能完成天才所干的工作。在这方面，叶大兴就是很好的例子。天才要是不明了做人做事的方法，那就会走到歧路上，取得的成就或许还不如普通人好。
在这方面，或许你就是例子。是啊，我知道，做什么都不对。啊，更何况你未必是天才。江浙1936年建成的，历经了多少风雨走到今天。而你呢，不去全心全意的攻破难题，去研发技术，而在这里搞内讧。江浙不需要聪明绝顶的天才，需要的是一心一意为轨道交通事业无私奉献的赤子。你那个计划书我看了，收购阿尔维斯，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仅开阔了眼界，也能节省大量的研发资金和时间。是啊，我们相当于买下了一个会下金蛋的母鸡啊。希望是。董事长，娄烨，太晚了，你下班回家吧。你先回去吧，我再干会儿。原来这个项目是咱们江车集团好不容易拿下的一个项目，容不得任何闪失。你先回去吧。谁啊？出来！我看见你了啊！出来！哎，小孩儿，你谁啊？你是坏人，我是坏人。你就是坏人。行，你下来了。我不下来，你上来。你给我下来！我就不下来，你上来。你这小孩，你这么皮呢？啊？你别动！你谁家孩子啊？你爸妈谁啊？你来这儿，你是厂里职工的孩子吧？不对呀，你是没人要的孩子吧？你胡说！我爸爸是叶大兴，他特别厉害。原来是叶公的孩子，怪不得。你要是敢欺负我，我让我爸爸打你。啊，我不敢，你跟你爸一个样。谁让你欺负真一？你跟林真一什么关系啊？你怎么不叫姐姐呢？我喜欢真一姐姐，不是姐姐。我的妈呀！我真是，你笑什么？没有，没笑。那咱俩算是竞争对手了吧？啊。这样，我呢，答应你，以后不再欺负你的真一姐姐了，行吗？你离她远点。好，好，走吧，我带你找爸爸。不要。为什么呀？爸爸明天要出差，今天通宵工作呢。没事，你爸今天不用通宵工作了，有他同事帮他。走吧，带你找爸爸。我跟你爸是朋友，走吧。走了，找爸爸去喽。
老叶，你跟这个李岩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爸爸，儿子，你怎么来了啊？谁带你来的？哥哥带我来的。云来这个项目啊，我反复想了想，你说这个组长是谁？我认为这次云来项目的成功，严峰有最大的功劳。你看，无论是从专业技术还是个人能力，他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我也想过，但我反复想了半天，我觉得谭静洲比较合适。知道，静洲虽然不是搞科研的，但是他呢，协调能力强，团队精神强。那么大伙儿拧成一股绳，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是吧？你觉得呢？其实我认为，静洲在个人能力、技术以及带领大家努力拼搏、共同奋进这方面，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完成任务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也这么认为，你也这么认为。是。那明天党委会讨论，好，就这么定了。好。哦，辛苦啊！总工，都这么久了，咱们那项目负责人怎么还没定啊？你着什么急啊？我不着急，我就是好奇。哎，那你说，选谁合适？要我选啊，那肯定是甄一姐。我就知道你得说。不过甄一姐也不合适。这要是当了负责人，是不是就没空谈恋爱了呀？谈什么恋爱啊？而且我也不适合当负责人。你还别说，小米这话还真提醒我了。你今年多大了？而且，嘿，都27了，我还拿她当小姑娘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你个人的生活啊也得考虑啊，别跟我似的，30好几了才想起追你师娘。就是，你看她这一年四季就这么几套衣服，连妆也不化，简直都不像个女孩子呢。嘿，27怎么了？我这样不挺好的吗？哎，还好有个李岩峰啊，天天缠着他。谁？李岩峰。哎，你胡说什么呀？他们可是我们认为的天生一对呢。哎，林志一，我告诉你啊，谈恋爱这事儿你要不告诉我，藏着掖着，你别到时候说我不参加你婚礼，我不喝你喜酒，你信不信？哎，对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我真不是。你看着办。合适什么呀？小冷姐，哎，我来帮你拿。谢谢。你的办公室在楼上，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在这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有什么还没有准备好的，你可以随时叫我，我来为你准备。其实你们没有必要特意给我腾出一间办公室。哦，一定要有的。这边，这边。喝一下啊。先走。好。小张，到时候你把文件直接放在我桌上。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哎，你别生气了，我都跟叶公和好了。再说领导都让谭静洲当负责人了嘛。我可不敢生你的气，要不然你到时候又说我整天一副教导主任的样子。我哪敢呀？你看，双份奶茶，拍你的马屁，我给你道歉了，行不行？啊，你以后注意点，
公共场合像什么样子？我怎么了呀？哎，行了行了，你就放这吧，我还得去找荆州哥报资料呢。那你把这个拿着呀。知道你放那儿吗？哎，荆州哥，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正好负责云岚项目吗？所以直接搬过来会更方便。给我的。哎，这不挺好吗？我们3个以后就能经常见面了。是啊，2杯变1杯当然好了。行，不是你一个负责人，一个工程师，以后能不能不要欺负我这个小助理啊？你看你现在这样，也就只有他能治得了你。哎，还是喜欢把自己弄得这么脏啊？这个工作室呢，林叔也是股东，当初为了入股，修车铺都卖了，所以现在属于是我们2个合资，就差你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得加入我们呀！我没钱。哎，你可以技术入股。哦，是你出的馊主意吧？这是整个董事会的股东做的决定。林叔啊，董事会在哪儿呢？哎，啊，反正你要是不加入呢，这个工作室到时候开不起来，林叔又没了工作，你说他会不会打断你的腿？你这个，那你说林真一是不是得恨死你？那这个，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看着办吧。哼哼哼哼。这应该可以吧？
人呢？哟，刚搬过来吧，什么东西都没有。哦，这么粉嫩呢？哎，人呢？不知道，他中午之后就没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没人接吗？奇了怪了。等他回来之后，你跟他说，让他把所有的图纸都校对好。嗯，好的，放心吧，珍妮姐。对了，珍妮姐，给你看看我设计的图案。珍妮姐，珍。那死木头有什么好的？你没看见今天和……对，我是喜欢谭劲洲。连峰，你们能不要再烦我了？还有，我跟他的事情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知道你在这儿。赶紧跟我一起回去吧。回哪儿去？回所里，继续你的工作啊。那不是我要做的工作。你是不是对荆州哥没有提前告诉你他接了云来项目组组长的工作不开心啊？可是你要知道，荆州哥担任组长这个职务，以后他要承担更多的压力，他每天也要处理很多的事情。虽然荆州哥嘴上没有说，可是我知道他每天……一天到晚荆州哥荆州哥的，你不用每天都在我重复你荆州哥多么光荣伟大的，你爱记那些光荣事迹，可别人不一定爱听啊。你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李岩峰，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说清楚什么呀？你自己做那些事儿，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做什么了？做什么了？你问我。好，给你完美的谭建州著书立传的，啊，就差给雕个雕像了吧？你拿了我笔记本，你放在那还怕别人看吗？李岩峰，你怎么能这样啊？我怎么了啊？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林真一，我告诉你，我为的都是为了你。我也是人，我也会在乎，我也会嫉妒。哎，真一，你下午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到，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你有没有在你办公室里看到一个日记本啊？日记本？什么日记本？没事儿，可能是我自己记错了吧。
我喜欢你，可是我不能对你说，因为我知道，在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永远不会有轮船驶过。给你完美的谭建州著书立传的，就差给雕个雕像了吧？李岩峰，你怎么能这样啊？我怎么了啊？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林真一，我告诉你，我为的都是为了你。我也是人，我也会在乎，我也会嫉妒。真一姐，夏米，李岩峰人呢？哦，他去实验室了。这样不行！哎，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听我的啊！你们俩冷静冷静。行，你这样这个位置不行，我跟你说，可以。你那个你要把你放在那儿，重心在这里。哎呀，听我的，你俩听我的，我那觉得冷静。干嘛呢？重心在这。住手！李岩峰，这里是实验室。叶公，你先走，我来跟他说。啊？我为什么要走？他不冷静，你也跟着不冷静啊！哦，我们3个人在抬这台机器，根本抬不动，我不可能走的。抬机器？对啊，抬机器，这机器坏了，我跟老叶就想着把它抬到我那儿去检查检查到底什么原因，但没想到这机器是真沉呀，我只能把老李也叫过来了。我以为你们没事了。能有什么事啊？林公，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别挡道就行了。来吧，来。你那儿不行，你说过了，别吵了，你那听我的，你不能动，你这样没法动。我告诉你，必须得听我的。我告诉你，你往这放，你就说往这放。来了，坐。你怎么坐那儿啊？坐这儿。嗯。哎，不应该值得高兴吗？我们3个终于能在一起工作了。今天我找你们来呢，是想跟你们一起讨论收购阿尔维斯。你们的这个方案和叶大新的方案我都已经看了，说说你们的想法吧。直接购买电机，相当于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下次再来个订单，又得走一遍购买流程，这么算下来，不比收购阿尔维斯划算多少。所以，我的提议收购阿尔维斯，就是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真一觉得呢？我觉得收购阿尔维斯虽然比购买电机要好，但生产线毕竟在国外，管理跟运输方面都需要成本，这个是要考虑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在云来那边给到的期限之前交出整车。阿尔维斯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先放一放，从长计议，不一定非要跟云来的订单捆绑在一起。你是反对这个提案，还是反对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有关。我刚刚听下来呢，真一的说法还是在理的。我们收购阿尔维斯，利润到底有多可观，我们现在不知道，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风险还是挺大的。行啊，反正你们俩都是穿一条裤子。我们现在只是在讨论，没有站队。是啊，我是在讨论的，但是必须要有选择呀。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选对。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用对跟错来划分的，但是可以用喜欢和讨厌来划分，喜欢的更喜欢，讨厌的更讨厌。至少我没有因为私人情感提议收购阿尔维斯，我也没有把私人情感带到工作环境中啊。好啊，你说到做到。谢谢关心。
你们还是在讨论收购的事吗？是啊。好球！采访我干嘛？要采访你们家建业去。哎呀，这个孩子呀，在我宣传新书的时候给我出了不少力，然后这回他想做我国电力机车的一个历史回顾专题。哦，我想，那采访建业怎么行啊？怎么着也得采访您呢。我上镜头又不帅。哎呀，老爷子，您就帮帮我吧，说不准我们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呢。这个姑娘啊，对靖州有点意思。我也是观察了一段时间，所以想借这个机会让您把把关。那倒是可以的。那咱们说定了啊！啊，说定了。来，咱们再打一局。再打一局，好。来。这些都交给我。好的。连峰，你跟林真一什么情况啊？怎么去问他呀？我问了，他什么都没告诉我。什么都没说。严峰，严峰，他们要拆那台设备了。啊？咱们搬那么辛苦，怎么没人叫我呀？说的是啊，赶紧过去看看吧。走吧。啊，来，不。什么肉都刚我也是刚吃。小乐，你看这镯子怎么样？这工艺很老了呀，有年头了吧？这是我结婚时的嫁妆，可够沉的。我打算去金铺把它熔成2个一模一样的。您自己戴呀？这么晚了，你该下班了吧？有人在吗？您好，李院士，我是江州电视台的记者年年，田老师的朋友。啊，我是来采访您的。好。
谭总监小时候这么可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你觉得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啊？他现在是个工作狂，平时有点古板，但是他为人正直善良，还很有责任心，长得也帅。原来我这个外孙子还有这么多的优点，不像在家里的时候，傻傻的，谢谢，讨人厌的。怎么会呢？这次来的有点冒昧，也不知道给您带点什么。听说这个健力多对老年人的关节特别好，就给您买了，希望您喜欢。谢谢，谢谢你。我年轻的时候啊，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在外面劳碌奔波，这膝盖磨损的厉害呀。我现在就吃这个。您喜欢就好。那咱们开始采访吧。去这个孔，现在我们机械操作上面有困难。我们如果垂直打孔的话，机床好操作，但是满足不了强度要求。如果横向打孔的话，机床的钻头也进不去。那要不我们再试试呢？这几天弄废的板子。怎么了？有事吗？你跟严峰到底怎么了？闹情绪了？没有。哎，你就别管了。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发的邮件你肯定没看吧？什么邮件啊？车间那边刚刚打来电话，说云来转向架有个孔钻不进去。王琦说叶公之前在图纸上面就提出过异议，但是你跟严峰坚持说不用改，所以我就过来问问你，是不是这回事儿？那我先研究一下，有结果了我再跟你说。什么情况？